我在寻寻觅觅发现5星好评，没有任何一个负评。它那个本源哦，已经接近爱玉了，号称鹿港最难买的牛舌饼，超肥的。没有想到拉出来会这么大一颗。今天天气不错哦，我们来到哪里啦？我们今天来到彰化的鹿港小镇。这次呢，来到鹿港一样找了非常多的美食，因为在这边呢还蛮多都是铜板美食的，所以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。那我们就看看要去吃什么吧。现在才早上9点半，非常非常的热闹。车哎，哦，酷毙了！首先呢，来到的是侨香排骨酥。这家呢排骨酥啊，是我在寻寻觅觅鹿港美食的时候呢，发现5星好评，全部的5星好评，没有任何一个负评。对，而且400多折，零负评。所以就很想来现场给他一探究竟。到了现场之后啊，老板的排骨酥是整个油锅，你可以看到蛮新鲜，是在旁边现炸的。所以它的排骨酥炸起来的那个金黄色啊，看起来不是用了很久的油去炸的，是用新鲜的油，所以它炸起来的外表会比较没有那么的黄，比较是金金的颜色这样子，酥酥脆脆的。它很棒的地方是在于，它是直接是去骨的，对，骨的，而且像全联的排骨酥，我吃就觉得有油耗味。对，但是它的完全没有哎。其实到现场之后有发现它的5星好评，是因为如果你5星，它就会多给你20%的量。对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他这样做，所以第一次可能会留下5星好评，然后试试看。可是第2次、第3次啊，其实我们在买的时候，超多熟客来买的，直接说我要100、200、300、150，然后有的说我要买回去煮面。所以其实真的是好吃，它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不让任何人留下负评。真的好吃才不会有负评的，不然你用这种方式也是会有负评的。就是大家可以去修改留言或者是修改评论，但它真的全部都是瘦肉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，也没有什么猪腥味。但我觉得这家真的算是很新鲜，现在对，真的蛮新鲜的。这个真的是可以来买耶，这买回家直接现吃也好吃，或者像那种阿姨们要去煮面的，我觉得也超赞的。再来这家呢，在彰化已经算是知名的店了。是啊。对，扬州霸丸，彰化这个小镇啊，就是什么霸丸控肉饭最有名。不过今天我们来扬州霸丸，我不是吃它的霸丸，我们是吃它的芋圆。它的芋圆啊，做的很像霸丸的样子，里面也是跟霸丸一样，就是有包肉的。可是它外面呢，是像你吃那种芋头签或是那种藕龟挑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的形状制作而成的，吃看看。怎么样？芋圆就是长得很像霸丸，但是它外皮是用芋头做的这样。它蛮特别的，吃起来它会慢慢的散开来，在你的嘴巴里面，再配上它那个肉，就会让你觉得哦，又好像回到霸丸的世界里面。它其实概念就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在全联吃到的芋头霸丸，但是它要比芋头霸丸好吃，因为芋头霸丸它的表皮是霸丸的皮，但是它表皮直接用芋头做，我觉得这样做会比较成功。这个也是在外面不常见到的一个口味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再来呢，我们买了一个鹿港市场的粉圆贝。这家呢，听说它是用手工纯制作的粉圆，所以它外面吃起来的珍珠呢，口感非常非常的不同。我很讨厌珍珠哦。我知道你很讨厌珍珠，我知道你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可以不用咬的珍珠，对，不用咬的粉圆。来鉴定一下，你先喝。哇靠！这比陈山顶还猛哎！这个很软哎，小朋友、大朋友、牙口不好的人都可以吃啊。这软到靠北，比陈山顶的还要软，它还可以加冰的。对，它可以加冰，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够甜，也可以加糖。这样很厉害，这样不是开玩笑，它那个本源哦，已经接近爱玉了。哦，有，我觉得爱玉还比它更 Q 弹。真的好扯哦，我第一次喝到这么软嫩。是你的爱吧？这家真的蛮屌的，可以再买一杯。对。月圆咸煎炸这家呢，其实啊，它也是开了50几年以上的老店，它是从民国57年就创立的。那咸煎炸呢，好像也只剩下他们在卖了。是啊。对，已经在鹿港老街或是市场里面找不太到了。它是被传承下来的一个记忆的味道，吃看看。
它是什么东西做成的？它其实啊就是糯米团子拿去炸，其实很像那种糯米炸，可是糯米炸是甜的口味，但是它是咸的口味，然后它吃起来里面是没有包馅料的，配上它的独门酱汁，味道会比较香。那如果没有酱汁的话，吃起来其实就是炸的糯米团，然后跟葱的味道。哦，那我觉得比糯米炸好吃啊，因为它是咸的吧，有点葱淡淡的香气。它里面有点像年糕感。吃起来就是微微粘牙。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啦。好吃吗？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它其实做贵也还好，它是2块这样圆饼，35块1份这样。那很 OK 啊，35。就比糯米炸好像便宜蛮多的，糯米炸好像1份要50块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吃的，是一种古早味的一个传承感这样子。毕竟这个技术如果没有被传承下来，可能就吃不到这样子的味道。我觉得大家来玩的话，可以来吃看看。蚯蚓龙山面线糊，这家呢在鹿港这边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。那彰化其实也蛮有名的，是面线糊，我也超爱吃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第一次吃看看。那面线糊我觉得比较清淡一点，它里面有加蛋啊，跟大肠，还有1、2块的肉。它的面体味很重哎。怎样的面体味？就是它的面线啊，面线的味道。对，面线的味道蛮重。对，它这不是大肠哎，这是肉。哦，都是肉哦。我以为里面有大肠跟肉，所以都是肉。它是比较接近那种原型食物的味道，面体会比较重，然后肉也是没有太多的调味料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自己加一点它的辣椒跟它的醋。这面线糊一定要加爆醋。调味完了，拌一拌。我觉得加醋加辣比较好吃，但你很不喜欢。当然，因为它的醋的味道，我觉得就不是你的爱。它的醋的味道闻起来就是很酸的那种味道。如果真的要加辣加醋，我闻到了，不行。你在认真？不行啊，完全不行。可能这个口味不适合我，它就是跟一般的面线糊不太一样，它比较清淡一点。对，就是这讲白就是清淡啦。我觉得还好啊，还蛮好吃的。而且这一碗只要30块，有肉又有蛋丝，然后很大一碗，它超大碗40块也超大碗，确实蛮大碗，超便宜。而且它排队的人也够多的，对啊，费用也是直接爆掉。这家来我觉得可以试，我推他不推。再来推荐的是这家鹿港的生烤修欢杯，它是在美市街，离那个蚯蚓龙山面线糊蛮近的，走路一下子就到了。但是它好像蛮小吃的哦。对，这家的话，老板娘说白玉米它是只有这2天才有卖，1年只有7天。她说一般来说，我们刚好就遇上有卖的这2天。平常的话是卖另外一种玉米的品种，比较胖一点的糯米珍珠那种。这是整只是白的，吃看看。有入味哎，而且它好 Q 哦，跟我一般吃到的烤玉米不太一样。这家最特别的是跟一般的烤玉米不太一样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从生的玉米开始烤的，所以它是这边刷掉玉米之后，它没有透过水煮或是石头焖熟，它就直接架上那个木炭的网子上面烤，然后一路这样子刷酱烤。通常烤一只玉米啊，手工这样现烤大概要20几分钟。很古早的传承啊，我觉得这个手法好像一般的烤玉米都是先用石头焖熟，再烤，或是用水煮。对，但是它是你直接现摘下来，然后弄一弄之后就上来烤。对，它就是把玉米的那个叶子那些玉米须都剥掉之后，就直接放上去烤了，所以它整个做工很复杂一只才卖你45块。对，而且吃起来扎实感是有在里面，不像一般我们吃的那种玉米，就是里面会偏软。还不错，很赞。我觉得这家有来一定要买。胡家牛舌饼，号称嘉义最难买的伴手礼。一般啊，嘉义不是，等一下，嘉义哦，嘉义在哪？我们来到了嘉义。不是，号称鹿港最难买的牛舌饼，而且它是脆片的牛舌饼伴手礼，非常的特别。它一般的牛舌饼是那种厚厚的，然后有那种面香的感觉，不太一样。而且它这种也不是宜兰的那种牛舌饼，有没有？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牛舌饼，对不对？它就很像饼干啊。对，它有3种口味：椒盐、黑糖跟蜂蜜。我们是买椒盐跟蜂蜜口味。它拿出来真的长得还蛮可爱的，就这样子大大片的，然后有点凸凸的。也太脆了吧！就很饼干。一般牛舌饼吃它都会有点比较干的感觉，但是它的外皮看起来比较有那种蜜糖感。
它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太甜。宜兰的牛舌饼吃起来好像会稍微再更甜一点，但它上面这一层薄薄的蜂蜜啊，然后再配上它这个很脆皮的跟那个面香的饼干，感觉吃起来很刷嘴，就是会很想一口接一口，这一片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哦。但是它蓬蓬的，那个口感很棒，很脆，很开心。不过这个它出炉的时间不太一定，所以可能要有心理准备，要跑2趟的时间。就是第1趟来拿号码牌，第2趟可能他才会给你这样子。我们今天是比较幸运，一来号码牌给我们时间就刚好是出炉的时间。所以大家来要注意一下时间哦。清真坊牛舌饼。怎么又牛舌饼？因为这家牛舌饼呢非常不一样，它其实是专卖在地人在吃的一个老餐车。对，老餐车老师傅呢，他会在餐车上直接现捏、现做、现煎，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到他现做的牛舌饼的，非常特别。它一般你买到那种做好的是不太一样的。那牛舌饼长得好像香蕉banana。会吗？还好吧，吃看看。我们买的是原味麦芽的口味，它还蛮棒的，是餐车是可以买单片的。所以是10块钱这样子，它一包是90块。外面的皮好硬。哇，它外面好像是放了2天的面包，但是是酥脆的它就是越嚼越香的面粉香。但是我觉得上一家比较有特色啊。你比较喜欢脆皮的？我吃牛舌饼喜欢吃饱的。所以这家我还好。东华素食米得面茶。米得我知道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米得，我都叫它麻吉汤汤。为什么是麻吉汤汤？因为吃起来像麻吉啊。哪有？就是吃起来勾勾的。对。这次呢，我们吃的是面茶剉冰。它上面还有铺仙草，然后面茶好像要自己搅拌，不然会呛到。对，要小心，这个吃如果太大口的话，进去会呛到。我感觉都在吃粉，这样是好吃的吗？面茶不就是本来就是要吃粉吗？我没有我都把它小时候都是把它弄成加水，然后那种勾勾这样吃，弄成汤汤。的麻吉汤汤。其实是好吃的，好吃。对啊，跟小时候吃乐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这就是有点是一个怀念的味道。还不错这好吃冬天来可以喝热面茶，夏天来就是吃面茶冰，甜甜的，但是很怕呛到。对。看到。不能顾讲话，专心吃。这边也是人山人海。这是另外一个天后宫，这2家都还蛮有香火人气。你要走摸乳巷对啊，是吧？是这条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去吧，你想要给人家摸乳。其实蛮宽敞的我可以这样走得过去吗？可以啊，我都可以啊，你不行。是吗？还是其实这条不是？好像不是。洗的烤。我记得梦路上好像更窄，好像让我在原路走。金盛蚵仔包，它是在泰安宫前面的一个小餐车，它的蚵仔包非常的大颗，很像一颗包子。对，它捏的那个螺旋状还蛮少见的，还蛮特别的。那听说它是用东石的蚵仔，然后里面有加1整颗的土鸡蛋，吃看看吧。从没有看到它的蛋，有啦，蛋在下面，已经打进去了。我忘记蚵仔包是韭菜系列的，里面就有一点点微微的咸。如果喜欢在吃重口味的，才加它的甜辣酱，不然的话其实酱就还蛮好吃。里面的颗味其实蛮重的，鲜颗味蛮明显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吃原味，所以那种调味的感觉没有到非常的重口味的感觉，还蛮鲜的。它的鲜颗蛮大颗的，蛮肥的，很肥，挖出来一块给你看，不是那种小小的。哇，很肥耶！超肥的，真的很肥哎！因为我在吃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它很大一颗，然后不揪这样子。因为它有点拉不出来，感觉就是卡在下面卡很深，但没有想到拉出来会这么大一颗。我是觉得它辣还不错，但是它唯一的缺点是韭菜，因为我不喜欢韭菜。如果它把韭菜换成空心菜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好吃。以后要给你开发了，谁有用空心菜做蚵仔包啊？再来呢，这家是小鸟吃吐司。小鸟吃土，这家呢算是在鹿港当地还不错的一家面包店，那也算是在地人推荐的，所以我们来吃看看。那因为主要也是因为我旁边这位他非常喜欢吃牛奶棒，
这家刚好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牛奶棒跟布丁面包，我们就买了这2款吃看看。这个脆的声音呢，蛮脆的。真香哦！你在吹长笛，那你这样吃的？它外皮算真的做的还蛮酥脆，因为它其实放在架上已经不是现烤出炉的，有一下子的，所以如果这个自己回去用气炸的话，应该会更香。它目前的脆是糖衣的脆，用气炸完它的面包会再更脆一点，加上糖衣的脆就会超脆。难怪，就我觉得它的比一般外面的脆，是因为它糖衣裹的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它很黏啊。它真的外面的糖衣裹的还蛮黏的。里面是蓬松的啊，那个也有点千层的纹路的样子，对，还不错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德式布丁奶砖，这其实现在面包店比较少看到，但我记得我以前也很喜欢吃这种面包。它外面是那种奶酥菠萝的壳，然后配上中间是布丁的口感。以前我在80度 C 有看过德式布丁，对。但是以前的皮是那种蛋挞，对，对，因为我也吃过那种。你看它屁股真的超奶酥的，对啊，超像奶酥菠萝面包的，试看看。真的是菠萝面包中间是面包但是它的布丁没有到很深层，到一半下面又是面包。布丁不错，我喜欢布丁。我也觉得这拿来买奶油棒就可以了，不，牛奶棒。那今天的一日鹿港美食就介绍给大家啦，记得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、留言和分享哦，让分享有温度，用美食做记录，拜拜。